一只眼睛看着俄军，一只眼睛盯着解放军。美国智库对比研究之后，指出了解放军到底强在哪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俄乌战场上俄军打得不顺利，导致某个岛上的某些人觉得自己将来有机可乘。不过，美国的著名跨界咨询公司蓝道实验室，他的几个中国问题专家这两天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呢，是想通过俄乌战场上俄军的表现还有体现的问题，审视一下解放军在这些方面发展水平怎么样；另一方面，也是在琢磨解放军会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只不过这样一篇文章会让岛上的一些人呢就没法得意了。文章一开始呢就回顾了1991年海湾战争对解放军的影响，他们也看到了那场战争给解放军带来的震撼，那种冲击。解放军看到了自己的缺陷，并且呢用新的军事理论和概念引领了30年的改革，让解放军成为了一支强大的信息化的军队。现在正在进行的俄乌之战对解放军来说呢，又是一次作为旁观者验证自己理论水平和判断力，总结经验教训，改善自己的好机会。文章还提到，俄军在战场上暴露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解放军在2015年以前就已经充分认识到的。比如无人机系统在高强度冲突中的效应方面呢，我想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了。无人机领域，俄罗斯比中国真的差了好几个档次。除了装备技术以外，美国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俄军缺乏有效的联合作战能力。俄罗斯的各部门还有分支机构之间协调水平非常差，军种之间形不成有效配合。而解放军呢，现在可能还做不到真正有效无缝的联合作战。老一代军人在这方面知识呢难以更新，基层军官接受联合作战的训练也非常有限。但是自从2015年开始呢，解放军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了，并且不断的采取措施加以修复，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大陆军主义。另外，美国这个智库认为俄军的兵员素质不行，很多是义务兵，而义务兵呢只有1年的服役期，这样呢就没法培养足够的高素质职业军人。而且呢，同样是义务兵之间对比，解放军的兵员显然是素质更高，平均受教育水平更好。而且呢，俄军在乌克兰是缺乏信仰的，普通士兵不知道为什么而战，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到了乌克兰。但是每个解放军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解放台湾。能说出这一点可见这几个美国学者还算是有点懂解放军。再有呢，就是解放军通过战略支援部队的建设，简化了网络战、电子战、太空战、信息战这种努力之间的协调能力。这表明解放军早就认识到信息优势的重要性。而且美国人认为可以预期，解放军将在网络信息战以及加密通讯方面加倍努力，以确保自己的军事行动不会进入俄军那种困难局面。这个确实，信息化方面俄军也没法跟解放军比。至于后勤，与俄军这次战场后勤保障的混乱相比，美国这几个学者认为，解放军在历次军事演习、抢险救灾中表现出来的是令人称道的后勤能力。可见，从当年朝鲜战场开始，解放军对后勤工作就形成了非常深刻的认识。除了军事领域呢，文章还对比了中国和俄罗斯面对制裁的不同承受力，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有足够能力反击针对中国的制裁。今天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对中国基本没有用。这篇文章呢，不仅很客观地指出了解放军的优势，同样也很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俄军高级军官战前私下出售食品和燃料，对俄军的后勤就可能产生了破坏作用。他们认为，解放军过去反腐工作以及最近军委副主席张晓霞将军的讲话都表明，解放军还需要将反腐工作进行到底，不然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解放军的战斗力。再有就是他们认为普京的多次战略判断失算，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开始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情报部门不得不说一些符合普京个人心意的观点。这种情况呢，在解放军的作战部队倒是不存在。解放军的作战部队历来重视情报的准确性，不过咱们国内网络舆论倒是越来越明显地盛行了这种风气，很多人已经不愿意正视客观问题，不愿意核实信息，遇到不爱听的政治帽子就满天飞。其实呢，这些美国学者的结论在我们看来未必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写的报告反过来分析一下，美国这些智库对解放军的了解是否深入，研究的态度是否客观。
他们的客观和科学态度对我们来讲可不是好事情。毕竟战场上最需要我们担心的敌人是那些分析情报信息的时候不带感情因素，以客观精神能对解放军不吹不黑的敌人。其实呢，我们很多网友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言行了。要知道，战场上可没有人害怕只会编故事骗自己、只会喊口号的人。好，关于美国的智库如何看待解放军和俄军的对比，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智库的研究能力？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